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1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93.81，收盘价是388.90，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94.06，最低价是在381.8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3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6340.51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当前的趋势。那么目前股价的趋势呢是空头趋势，这个空头趋势我们指的是自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以来的空头趋势。那么在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这根 K 线的收盘价站上了4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也就是这根 K 线已经瓦解了目前的空头趋势，但是上方我们会看到新出来的头仍然是头低，所以它依然是空头趋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1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实体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的行进中。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高开盘，开盘之后我们来看分时图，开盘之后股价即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那么下方我们会看到是在382附近得到支撑之后然后股价被拉抬，然后一直是在当日 K 线的中上部进行震荡，那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上部。那出现这样的走势，我们会看到在高开之后股价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但是呢得到了一个支撑，然后呢股价又被拉抬到这个地方。那因此我们会看到当日 K 线是生成了一根留有长下影线的一根实体小红 K 线。那么我们从当日的成交量也可以看到，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大幅的量缩，那么相对于之前的交易日那我们会看到这个成交量也仍然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当日新生成的这根 K 线是一根休息的 K 线，那么它的收盘价呢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也是相对接近的。那么股价经过这样一个大幅的拉升之后，然后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而没有继续拉升，出现休息的 K 线呢，我们认为对于日后的股价继续上行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经过这样一个大幅的拉升，如果日后股价不能够突破395，也就是这根强势上涨的 K 线的最高，这个位置如果不能被突破，那么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做头，然后股价去进行回档，然后这个甚至是下行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因此日后股价能否继续上行取决于能否站上395这个位置。那么对于短期而言，新生成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含长下影线的实体小红 K 线，这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吊人线。吊人线但是这个实体是相对较大的。吊人线呢通常在上涨的高位它是反转向下的信号 K 线，但是呢它必须要配合有非常大的成交量，而这根 K 线呢
它的成交量是相对于之前也是较少的，所以说呢，呃这根 K 线我们是把它称作叫休息的 K 线，而不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但是即使是出现这样一根休息的 K 线，它的最低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这个位置被跌破呢，股价将会进入到一个深度的回档。我们也会看到这根 K 线实际上就是在前面这根实体长绿 K 线它的中线，我们曾提到过380，这是一个强支撑。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也正好是在这个地方得到了支撑，然后股价在盘中又得到了拉抬，因此这根休息 K 线的最低包括380，将是近期股价回档在这个位置将会是一个强支撑，或者也是一个重要标志位。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那么股价将会去测试下方的5日均线值，甚至是4月15日这根 K 线最低362，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对于日后来讲，这是一个强支撑。因为之前的视讯我们提到过，这根 K 线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生成这根 K 线之后，362将会成为日后股价回档的强支撑。好，那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一些解读。那么出现了这样一根休息的 K 线，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那么我们认为股价的上行和下行呢，取决于开盘的走势和在盘中的我们要关注的位置。那么当然目前股价的走势呢还取决于市场信息。如果有利好的消息呢，那么我们认为出现这一根休息 K 线之后会再次有一个突破。但是如果出现利空的消息呢，在这个位置是要继续回档的。如果也既没有利空，也没有利好的这样的消息，仅从 K 线信息而言，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在近期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横盘。好，那次日股价的走势呢？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继续横盘的走势，这是我们从 K 线信息的解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日后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4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强势的反弹，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当然有一个是横盘向上，但是会出现新高，一个位置是在395，另外一个位置呢是在413。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385附近，在这个位置。而实际在4月16日收盘价是在388.90，股价是出现了回档。那么我们预测的回档收盘价385和实际的收盘价，虽然在点位上有些差别，但是呢，我们预测的当日的走势是相同的，也就是最高和最低都在我们也就是最高不超过前高，最低是在380附近得到支撑。走势是基本相同的，性质也是相同的，在前高之下。好，那么目前股价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档，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4月1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337。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我们会看到380附近、362这2个位置是重要标志，也是强支撑，当然还有各条均线值。那么这根 K 线被突破之后，还有一个位置是343，也就是在这个位置。那么所有的这些位置都被突破之后呢，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去测试337，而一旦337被跌破呢，将会再次出现新低。那这样一来的空头趋势，上方就是头低，然后下方会有底，对，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定义。好，那么337被跌破，第二个目标就是325，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73。好，这是我们说的下行。我们再来看上行，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396，是这个位置。那么在到达它之前，现在395新生成这两根 K 线最高将是唯一的压力。那么这两个位置被突破之后呢，股价将会进行到第二个目标，也就是416。在到达416之前，还有一个关键标志位是400整数关口，这也是一个较强的压力。我们也不排除股价在日后呢冲高会触碰到400关口之后，在这个地方做头，然后出现回档，更深度的回档，也不排除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400关口也是目前股价上行的一个重要标志。好，那么第三个目标就是436。我们再来看，在4月1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面这根 K 线的最高395。那么在4月16日盘中，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4月17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392，我们取的是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好，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突破396这个位置的，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那但是如果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不排除股价将会再次去测试380这个支撑，也就是会继续有回档的走势。所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392这个位置。我们再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先来看多头，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最后一次加仓就是在4月15日收盘价392这个位置是5%。那么之前是在362这根 K 线的最高，这根 K 线的收盘价，还有一个是在352，也就是连续3个交易日我们是5%、5%加仓。那么这15%的仓位成本价呢，目前我们是在396这个位置。好，那么在4月16日，股价收盘价在388.90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我们是不具备加仓条件的，所以这个仓位我们将会继续持有。那么到了4月17日，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呢，我们是守362，守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当然还要给出一个停利的位置，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我们守378，也就是股价一旦跌破这个位置呢，可以即可停利出场。如果想要继续持有等待继续加仓呢，我们可以守这个止损位362。当然，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呢，我们可以继续守337。如果是长期持有呢，那我们就可以一直持有，也就是说一直保持这个仓位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再补充说明，在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呢，我们是单从 K 线信息来给出的一个操作规律。那么每一次我们给出的加仓建议，实际上也都是进场的建议，在技术上。好，那么当然，如果
比如说我们最后一次给出的加仓建议是在392这个位置，如果在这个地方初次5%进场，那么对于这个仓位，它的止损位是守362。一旦这个位置被跌破，那么如果是在这个地方进场的话，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但是这是我们对的短线操作而言，短线操作我们指的是对日 K 线图的操作，甚至是小时图的操作，是这样的。好，那这是我们对技术上操作建议的一个说明。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395一直到400关口。空头现在的目标两个，380和362是这两个位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1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395到396，在这个区域。第二个压力位400整数关口，第三个压力位416，第四个压力位436。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380到382，在这个区域。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374到378之间。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367附近。第四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它包括362这个位置，也就是从361到362。第五个支撑我们给出是343。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4月17日我们给出的预测是并列的，它取决于股价开盘的走势和股价的开盘和在盘中的走势。好，那么我们先来说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91，下方最低会到达374，在这个地方，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76。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9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深度的回档。好，那么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86，上方最高会到达398，也就是有新高的出现，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95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或者继续反弹，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86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或者叫横盘向上。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1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